总觉得等孩子大了就好了，等退休了就好了，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。可你发现没有，这个等字一等就是一辈子。你等来的不是轻松，是更老的身体。你等来的不是团圆，是更冷的孤单。别再等了，你要把自己从那个等的惯性里拔出来。佛门里有一句话叫自度度人，你自己这盏灯都没有点亮，你拿什么去照亮别人？你自己这副身心都垮了，你又能指望谁来拖住你？孩子有他自己的战场要闯，有他自己的房贷要扛，还有他自己的夜要熬。不是他不想管你，是他真的分身乏术。你如果把晚年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，他会被压得喘不过气，你也会因为等不到回应而心寒。这不是爱，这是互相拖累。真正的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，你身体硬朗，心态平和，不给孩子添堵，不给自己添病，这比给他留多少钱都实在。经书里有一句话，观自在菩萨行深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注意观自在三个字，观是往内看，自在是不向外求。菩萨度一切苦厄靠的不是哪尊佛来拉他一把，是他自己那颗照见实相的心。的下半场，道场不在是山，不在庙里，就在你自己这副身体里，就在你每一个起心动念里。身体是你的寺庙，每天出门走个30分钟是修行，好好做一顿饭，不凑合不将就是修行。夜里11点前把灯关了，躺下来什么都不想是修行。别等到躺在病床上才忽然明白，这副皮囊是你此生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道场。心态是你的经文，少跟隔壁的老张比退休金，少在家族群里生闷气，少翻30年前的旧账，少对着天花板叹气。经书里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你的日子过得灰暗还是清亮，不取决于孩子这个月有没有来看你，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是蒙着尘的还是擦干净的。把自己活得精彩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觉悟。一个活得通透自在、身体硬朗的老人，本身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。因为你不再是一个需要被担心的存在，也不再是一份沉甸甸的愧疚。你活成了一束光，孩子远远的看见，心里是安定的，是温暖的，这就比什么都好。可再好的日子，也有一件事谁也躲不过去。有人说，人这一生活着活着就老了，老着老着就没了，再多的钱财也买不了长命百岁，结局都是一缕青烟，一捧尘土。唯一属于你的，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。人生不过3万天，借付皮囊而已。生命没有永恒，时间一到，该老的老，该走的走，没你也没我，无一物可带能带走的，只有你自己和你的脾气。3万天，你静下心来算一算，80年不过29000多个日夜，去掉懵懂的童年，去掉身不由己的半生，真正清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光，其实少得让人心里一紧，借付皮囊而已。这6个字是整段话里最重的一句，借就意味着不是你的。这副身体是地水火风凑在一起的，是父母给的，是五谷杂粮养大的，是天地借给你，用几十年的用完了，要还的时候，存折带不走，房子带不走，名字带不走，连你最放不下的那个人也带不走。经书里记着一则故事，从前有一位修行人，修行了很久，神通广大。有一天他双手各持一朵花，走了很远的路来供养佛陀。佛陀看了他一眼，说放下，他便放下了左手的花。佛陀又说放下，他又放下了右手的花。佛陀第3次说放下，他愣住了，说世尊，我2手已经空空，还要放下什么？佛陀微微一笑说，我并没有叫你放下花，我要你放下的是你的6根6尘6识，是你心里那些放不下的念头，舍不得的牵挂，断不了的分别。你看，我们总以为放下是丢掉手里的东西，不是的，手里的花放下了，心里的花还攥着，那还是没放下。那到底什么能带走呢？有人说，能带走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脾气。这话说得太妙了，你的脾气就是你这一生的修行成绩单，一辈子修来修去，修的不是别人怎么对你，修的是你遇到事情的那一刻，这颗心是翻江倒海，还是能轻轻地说一句也好。六祖慧能讲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让你睡不着觉的，从来不是孩子那通没接的电话，是你心里那个他应该接的念头在动。念头一动，苦就来了；念头一放，苦就散了。可我们偏偏一辈子都在跟自己的念头较劲，舍不得松手。所以有人说，我们最终都是时间的过客，既为过客，何必执念？得失随缘，自在随心，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。过客这2个字，你不妨在心里慢慢的念2遍。你是这世间的过客，这间房子不是你的，你只是暂住；这副身体不是你的，你只是占用这段缘分不是你的，你只是暂伴这个身份，这个名字，这张脸都不是你的，你只是暂时演戏。
唱完了，妆要卸，台要下，灯光会暗，观众会散。经书末尾有一首偈子，是留给所有众生最温柔的叮嘱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梦会醒，幻会散，泡会破，影会消，露水见了太阳就干了，闪电划过就没了。你此刻死死攥着的那些东西，100年之后连一丝痕迹都不会留下。你试着回想一下，你曾祖父叫什么名字？他这辈子最牵挂的是什么？你不知道了，100年之后你的故事也一样。既然是过客，那女人最聪明的活法是什么？是不沾你住旅馆，不会嫌墙的颜色不好看就动手重新刷，不会跟隔壁房间的客人争谁的窗帘更体面，不会在退房那天抱着门框不肯走。你心里清楚，这是借住的，天一亮就要上路。人生也是这一趟旅馆，得失随缘，不是消极，不是认命，是终于看清了得这个字的本来面目。你得到的是缘起，你失去的是缘灭缘起。缘灭不由你安排，也不由你挽留，你能做的只有2件事：缘来的时候好好珍惜，缘走的时候轻轻松手。自在随心也不是放纵，是回家，你的心本来就是自在的，是后来被一层一层的应该裹住了，应该坚强，应该体面，应该被所有人喜欢，应该老的优雅，应该走的风光。你把这些应该一层一层剥掉，底下那颗心本来就是圆满的，本来就是什么都不缺的。六祖讲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你赤条条地来本就没有带来什么，如今执着的一切都是路上捡的，捡的时候欢喜，放的时候又何必哭呢？所以你看这段话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在吓你，也没有一句是在怪谁，他只是一个活到最通透处的人，把最慈悲的实话轻轻地放在你手心里。他不是在说人生没有意义，他是在说别再等了，别等孩子回电话才觉得自己被惦记，别等身体亮红灯了才想起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别等走不动了才后悔没有为自己活过一个下午，别等到最后一口气了才想起来，哦，原来我该放下，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。此刻你正在呼吸，此刻窗外有风或者没有风都没关系。此刻你读到这里，心里某个绷了很久很久的地方是不是稍微松了一点点，那就够了，不必再多。那一点点就是放下开始的形状，放下不是失去，放下是归还。把期待还给天地，把控制还给无常，把那些必须如何应该怎样统统还给虚空。你只留下一样东西，此刻这个活着的，还能喝一杯热茶的，还能看一次日落的，还能对身边的人轻轻笑一下的你，这就够了。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，因为你本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，你只是路过，轻轻的路过。愿你这3万天走得轻一点，笑得真一点，也愿你在某个安静的晚上能对自己说一句，今天我没有白过。如果这些文字让你心里松了一点，就点个关注，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慢慢聊，慢慢放，慢慢活。